这个女人默默地坐在角落里，她始终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旁边的女囚犯对她出言侮辱，说她勾引男人，是个荡妇。女人抬起头，怒目而视。女囚犯在监狱里横行霸道，根本不把女人放在眼里。面对女囚犯持续不断的污言秽语，女人直接冲上去和对方扭打在一起，囚室里面乱作一团，两人互相撕扯着对方的头发。在这个女子监狱里，这种事早已经司空见惯。狱警及时赶到，用警棍打散众人。可这时女人突然倒地，她面容痛苦地捂着小腹，身下的鲜血不断地流淌。女人名叫恩霞，是个三无人员，没有国籍，没有身份，更没有一个亲人。父母在她12岁的时候就死了。她带着母亲的遗愿来到韩国，本以为在这里会重获新生的她，却无意中犯了杀人罪，被送进了监狱。此时恩霞已经有了3个月的身孕，狱警不知道这个情况，失手打中恩霞的肚子，恩霞流产了。监狱里的组长小俊让手下把恩霞送进医务室。他是个铁面无私的人，在女子监狱中经常会有女囚和男狱警发生苟且之事，但只要被小俊发现，就会狠狠地教训对方，哪怕是有人求情也没有用。在别人眼里，他几乎是个不近女色的人，可是在组长的内心深处一直有道不为人知的伤口。数年之前，他和妻子出了车祸，小俊被救了回来，但妻子却不治而亡。小俊对妻子念念不忘，从此不近女色，就算来到声色场所，有美女主动投怀送抱，他也毫无兴趣。对于流产的恩霞，小俊很是同情。他来到病房看望恩霞，却突然看到恩霞倒在地上，割腕自杀了。小俊救了恩霞一命，但恩霞却不领情。他醒来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碎花瓶，然后继续用花瓶的碎片再次准备自杀。所幸小俊就睡在一边，出手阻止了恩霞这么愚蠢的举动。面对救命恩人，恩霞只说了一句话：我活着毫无意义，让我去死吧。小俊冷冷地劝告恩霞，每个人活着都毫无意义，如果你想死的话，就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。恩霞被感动了，她眼角流下一滴泪水。所有人都对她恶言相加，只有小俊关心着她。窗外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，两人在病房中对视良久。小俊封闭多年的内心似乎被恩霞打开了，他开始额外关注这个女孩。恩霞痊愈后被带到了一个单间，那是小俊特别批准的，也是他对恩霞表露的好意。不久，检方传唤了恩霞，对方细数了恩霞的条条罪行。恩霞低头一声不吭，她对法庭上的结果不在乎。检方被恩霞的沉默搞得恼火不已，恶狠狠地表示，像她这种三无人员活在这里就是一种罪行。可恩霞对生活充满绝望，冷冷地回了句：随便你怎么判。对于自己的辩护律师，恩霞始终也是一个态度，她觉得死刑很好，很适合她。律师长叹了一声，无可奈何，只能愤然离开。路上，小俊拦住律师，询问恩霞的情况。律师如实告知小俊，恩霞没有任何求生意志，也没有任何辩解的意思。这样子在法庭上，法官可能会重判她，要么死刑，要么无期。很快，恩霞的一审开庭了。原告方的证人在法庭上陈词滥调，说在1年之前，恩霞勾引了有钱的崔社长，并让对方给他买了房子。原告律师还出示了一段不雅视频，声称恩霞就是通过这段视频威胁崔社长，逼迫对方同意自己的各种要求。面对种种控诉，恩霞没有回答检方的任何提问。可所有人都认为恩霞不回答就是心中有愧，她就是杀人凶手。由于恩霞的沉默，法官决定择日再审。回到监狱中，小俊从热搜上得知了审判的结果。民众们始终认为恩霞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为了钱杀害了崔社长。但在小俊眼中，恩霞始终都是孤独的一个人。每次放风，她都会坐在角落里，不与他人接触。这样孤僻的性格，怎么会做出为钱杀人的事情呢？他觉得是另有隐情。小俊站在恩霞的牢房外面，迟疑之后还是打开了恩霞的牢房。他默默地带着恩霞来到天台，下面是车水马龙的城市。小俊劝说恩霞不要一直压抑自己，如果是无罪，就要大声地说出来。可是恩霞觉得他这样的三无身份，没有人会相信他说的话，过多的辩解也是无用。回牢房的时候，恩霞突然吻了小俊一下，小俊心乱如麻。他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这个女人。第二天，崔社长的妻子来探监，妻子直言不讳，让恩霞认罪。这样的话，自己还可以帮他争取减刑。他始终认为恩霞就是杀人凶手，这一点无可辩驳。恩霞的情绪在对方的步步紧逼下崩溃了，她大声喊叫，不断地重复：我不是杀人凶手，我没有杀人。因为情绪过于激动，大受刺激的恩霞晕死过去。小俊得知此事，大发雷霆，明知道受害者家属是不能跟囚犯见面，这些手下还明知故犯。训斥完手下之后，小俊日夜守候在恩霞的床边，寸步不离。恩霞也主动地拉起了他的手，两人暧昧的关系被一名女警撞见。一时之间，整个监狱充斥着流言蜚语，小俊成了风口浪尖的人物。朋友将小俊拉到外面，他搞不明白为什么一向铁面无私的他变成了救苦救难的菩萨。
那个女人到底哪里好？为什么能把她迷得神魂颠倒？朋友警告小俊，再这样下去，他要出大事的。但小俊完全不听劝，他的内心已经完全被恩霞所占据。也正是小俊的关心和守护，才让恩霞对死寂的人生重新燃起了希望。很快二审开庭，恩霞这次没有选择沉默，她开始积极发言。辩护律师也在法庭上据理力争，他指着检方不应该拿被告的三无身份来做文章。法官认同了这一点，恩霞在法庭上说出了真相，表示是崔社长想要打掉他肚子里的孩子，所以他才会反抗，失手误杀了崔社长。这一番话给恩霞带来了一丝转机。另一边的小俊被上级叫去谈话，最近小俊和女囚的暧昧搞得沸沸扬扬，上级有意庇护小俊，没有给小俊实际的惩罚，而是劝小俊好好反省自己。小俊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闷酒，他终于决定正视自己内心的感情，不要逃避，勇敢地去面对恩霞。小俊再一次回到了监狱，这次是朋友值班。朋友知道小俊要干什么，在暗骂了一句后径直离开。小俊走进了恩霞的牢房，关上房门，两人一番语语之后，小俊整个人神清气爽，走路都带风了。他已经彻底解开了心结，两人有事没事就会在监狱的角落里成长一波。看开的恩霞也开始积极地配合律师的工作，商讨如何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刑期。如果处理得当的话，恩霞极有可能会被判定为正当防卫，很快就可以出狱。然而开庭的那天，现实却给了恩霞无情的一棍。法官宣布了审判结果，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谋杀案，被告杀人骗财，情节十分恶劣，再加上是无国籍的身份，罪上加罪。法庭判处被告无期徒刑。听到结果后，恩霞不知所措，原本重新燃起的希望瞬间荡然无存。恩霞在牢房里泣不成声，她想出去离开这个鬼地方。为此，恩霞甚至不惜以生命相威胁。这一切都让小俊内心痛苦不堪，他最终决定帮助恩霞越狱。为此，小俊定了一个详细的计划。他先是通过渠道帮恩霞搞到了去老挝的船票和身份证，然后利用职务之便，以见辩护律师为由，将恩霞带出了牢房。在路上，小俊告诉了恩霞自己的计划，他假装若无其事地将恩霞带到角落里，可这一切都被楼上的朋友看得一清二楚。朋友一路尾随着小俊，看看他到底想要干什么。小俊将船票和身份证交给了恩霞，他在外面已经安排好了，只要恩霞出了监狱，那他就自由了。看到为自己付出一切的小俊，恩霞心疼不已，自己离开了，小俊怎么办呢？小俊却劝恩霞不要担心自己，他的离开才是最重要的。走吧，开始一段全新的人生，不要回头。两人相拥而泣。之后，小俊带着一个乔装打扮的女子上了车，朋友这时冲了出来，他大声地怒斥小俊：“你这么做就是毁了自己！”可小俊却执意这么做，他只需要拖时间就可以了。狱警们在搜查车辆之后，发现女子并不是恩霞，他们上当了。恩霞早已经被小俊调包，此时的他已经坐上了出租。恩霞泪流满面地离开了。小俊因为帮助囚犯逃脱，被送进了监狱。数年的时间一晃而过，小俊出狱了。在那个春意盎然的中午，恩霞出现了，两人缓缓靠近，望着小俊的脸，恩霞终于笑了。片中三无人员的恩霞几乎是被世界遗弃的存在，没有亲人的帮助，没有国家的扶持，她活在这个世上就是一种罪。在这样几乎暗淡无光的世界里，小俊的出现彻底点亮了恩霞。为了能让恩霞逃走，小俊甚至不惜利用职务犯罪，最后锒铛入狱。不过上天始终是眷顾两人，最后两个人还是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。本期的故事到这啦，小伙伴们，下期见，拜拜。